咁雖然舊年嘅整體樓價咧有輕微嘅升幅，咁但係大單位嘅升幅咧都仲係跑輸大市㗎。咁呢一類物業嘅樓價相對都會仲係低水一啲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今集就會睇兩個主打3房單位嘅屋苑，咁分別咧就係聽濤雅苑同埋觀瀾雅軒。咁佢哋嘅尺價咧都係大概11,000蚊到。咁兩個屋苑喺隔離左右啦，配套都差唔多。咁不過佢嘅3房開式同面積就好唔同啦。咁一於同大家一路睇樓一路分析。根據差估署截到舊年11月嘅統計，2025年嘅整體樓價升咗大概2.8%。若果用面積劃分嘅話，430尺或者以下嘅細單位就升得最多啦，按年升咗接近4%。中大型單位就升得冇咁多，430至到752尺嘅單位按年微升咗2.2%。而753至到1075尺嘅單位就淨係升咗1.6%，跑輸大市。今集睇嘅兩個屋苑就正主打600幾到過千尺嘅大單位，用聽濤雅苑做例子，標準3房嘅實用面積由大概636到1025尺不等，而觀瀾雅軒最細嘅3房都有成930幾尺，最大超過1100尺。咁由於兩個屋苑嘅3房大細都差咗一截，以至到入場銀碼都有分別。聽濤咧就基本嘅細3房入場啦，咁個入場費咧就700萬就可以買得到啦。相對嚟講咧，如果你喺成個觀瀾啦，因為佢面積就比較大啦，佢最細都要去到933，咁但係個價錢咧就1200萬以上嘅啦都要。聽濤咧就係基本換樓客啦，咁呢邊咧如果你話觀瀾咧就可能要求一啲大啲嘅空間，咁我就會中意呢邊多啲啦。目前無論係聽濤雅苑定係觀瀾雅軒，近日嘅成交尺價大概都係11,000蚊到。根據我哋嘅8House App， 兩個屋苑嘅放盤量唔多，部分甚至連租約放賣，參觀放盤都係少見嘅時盤。第一個放盤位於觀瀾雅軒，由恒隆發展，屋苑一共有618伙，標準單位涵蓋2房到3房間隔，喺2000年落成，樓齡大概26年。6座物業呈波浪形報告，8成嘅單位都有海景，其餘單位就大部分近望學校、遠望恒安邨，以至到係山景。有部分單位就會望到隔離嘅聽濤雅苑同埋恒明街休憩處。放盤位於2座中層，原則係3房1套連儲密室連廁嘅間隔，實用面積1113尺，業主開價1550萬，維翻每一尺大概13900幾蚊。咁一入大門啦，喺我嘅左手右手兩邊呢，分別係廚房同儲物室。咁我哋而家先睇儲物室。嗱，呢一度咧，除咗有窗通風之外咧，有一樣嘢咧都幾令我有驚喜嘅，咁就係咧佢呢隻窗咧都係望到海景，咁以儲物室嚟講咧都算係比較少見啦。呢一度有2隻窗，因為原則嘅儲物室仲有埋廁所，亦即係而家熱水爐嗰個位，不過就唔算好大，做唔到明確嘅淋浴空間，咁所以業主都拆咗個廁所，形成空間更加見使嘅雜物房。咁大廳咧就係一個長淨嘅開式啊，用玄關嘅走廊咧就可以區分飯廳、客廳兩個區域啦。咁我哋先睇飯廳啦，嗱，擺完一張6至8人餐台之後咧，相信咧都仲有位剩低可以加裝多個儲物櫃。咁若果需要大量嘅收納空間，飯廳嗰3幅牆身都可以做到唔少嘅入場櫃，甚至鞋櫃。網上面就見到有放盤，淨係避開咗細窗嘅位置，做咗成排儲物櫃。飯廳嘅呢一隻細窗會望到對面屋，景觀嚟講唔算開揚，不過就有對流通風嘅作用。咁事實上，就算係細1級嘅3房單位，同樣都有對流窗，而且隻窗仲更加大添。觀瀾雅軒咧，如果3房嘅話，就主要分咗2種啦。咁如果入場嘅話咧，就933。咁933咧，佢就係一隻女字廳嚟嘅。佢飯廳位咧就1立嘅窗，所以咧相對咧就會過慢啲。咁如果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呢個單位就係1100尺左右啦。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大橫廳，成個廳超過400尺，至少都等於而家啲1房新盤咁大。只不過樓底就未必及得上新樓啦，唔夠3米。客廳空間相當闊落啊！嗱，呢邊擺完一組 L 型梳化之後啦，咁距離電視機櫃中間呢，都仲有位可以擺多張茶幾。放盤除咗係觀瀾雅軒最大一款嘅3房單位，
亦都有住屋苑嘅一線景觀，可以話係樓王級數。客廳向北有轉角窗台，沙田海以至對吐露港嘅海景都可以引入室內。咁只係向右望嘅話，就會見到其他單位。着重私隱嘅話，可以加裝紗簾。天氣好嗰陣，呢個方向甚至可以見到中大，連埋後面嘅山巒。不過呢個景觀係存有變數㗎。皆因政府喺2021年嘅施政報告重啟馬料水填海計劃嘅填海面積達到60公頃，連埋重置沙田污水處理廠而騰出嘅面積，加埋提供大概88公頃嘅用地，用嚟做創科用途。不過舊年7月嘅立法會文件顯示，填海計劃暫時未有具體嘅時間表，只不過買家要有心理準備。而家見到嘅海域，第時有機會收窄。翻返嚟室內，放盤有大路嘅3房開則，由走廊貫穿寢區。雖然3間房一樣望到海景，但係得緊廳房係同大廳同向。咁但係對比大廳嘅話，又會望到多啲吐露港。咁單位都可以話係廳大房大啦。咁就算係客房都超過70尺，而且開則試正。呢一間房對面就係客廁啦，有窗通風，原則採浴缸設計，而家改咗做企缸。不過洗手盆同埋儲物櫃就維持返原裝嘅設計，買家可以因應個人喜好，睇下要唔要重新整過啦。轉過去中間房參觀下啦，雖然有多啲主力柱，但係同頭先嘅近廳房一樣，超過70尺。估計擺完基本家私之後，都仲有唔少走動空間。呢間房嘅空間咧都有翻咁上下大嘅。呢邊打橫擺完張床之後啦，都仲有位可以擺多個衣櫃同埋一張書台。中間房一樣有窗台，坐向同客廳嘅唔同，扭咗向西面會望到多啲沙田海。由於呢間房喺佈局上係凹咗入去，所以見到海景之餘，都會見到隔離房嘅牆身。咁一間參觀嘅主人房個海景角度就會更加開揚。主人房位於走廊盡頭，同中間房一樣向西。因為係3間房入邊最近海岸線嘅一間，望到嘅海景亦都係最廣闊。咁就算唔計套廁，主人房都至少有100尺。業主利用咗房門後面嘅位置，做咗成排入牆衣櫃。唔單止可以提供到大量收納衣物嘅空間，亦都可以修飾埋呢一邊牆身嘅柱位，令到剩低嘅地方更加市正，方便佈局寢區。以呢間主人房嚟講啦，就算中間擺完張雙人床咧，側邊都仲有位可以擺埋床頭櫃㗎。主人房相連套廁，同樣有窗通風，採企缸設計。不過睇返平面圖，原則嘅套廁係有齊浴缸同企缸。買家有需要嘅話，可以透過裝修還原返原先嘅佈局。最後同大家睇埋個廚房啦，門後面預留咗凹位擺雪櫃，整體開則都非常之市正。廚房咧做晒上下兩邊嘅櫥櫃之後咧，見到都仲有好多走動空間㗎，可以容納到幾個人一齊煮嘢食，最啱一家大細家庭樂，帶埋小朋友煮返兩味。參照而家嘅佈局，就算陷入咗3爐頭同埋雙星盤，都仲有唔少備餐空間。重新整過嘅話，絕對夠位陷入埋洗碗碟機。業主喺2000年9月以大概608萬買入單位，若果成功以1550萬嘅叫價賣出，持貨26年，帳面可以獲利942萬，又或者1.5倍，跑輸大市同期2.3倍嘅升幅。睇返近期同樣係過千尺嘅3房成交，作價大概1218萬，圍返每一尺大概12000蚊到。對比尺價嘅話，放盤叫價比之前嘅成交價高出1/6。不過嗰個單位就坐向西南方，先望休憩處，先至再望海景，冇放盤咁臨海，所以放盤叫價高過嗰個成交單位都算合理。而家嘅叫價係咪屬於市價呢？或者可以參考28House同埋各大銀行對單位估值，介乎大概1326萬到1476萬。見到放盤嘅叫價比股價都係高出5%到1成7。
咁假設以叫價買單位做到70%按揭，俾完大概465萬嘅首期之後，月供大概47000蚊，月入要求大概94000蚊。咁若果買嚟投資收租，睇返我哋嘅8House App，同類單位尺租做緊30蚊，推算放盤每個月可以收大概33000蚊嘅租金，扣埋管理費，實收大概29000，亦即係有大概2.2厘嘅回報率，略低過同類單位2.6厘嘅大市水平。睇第二個屋苑之前，如果你都仲未訂閱呢個 channel，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第二個放盤嚟自聽圖雅苑，主要由長實發展，屋苑供應超過2000個單位，涵蓋2、3房間隔，分2期發展，喺1998到1999年期間落成，樓齡大概27到28年。同觀瀾雅軒一樣係臨海屋苑，部分單位有海景，主要集中喺第1、第10同第11座。另外第2、3、4座向西北方嘅單位就可以側望到海景，其餘大部分單位就以內園同樓景為主。至於向外圍嘅景觀就分成3類，第一類就係望返屋苑以北嘅錦豐苑，第二類係望以東嘅恒安邨同球場，第三類就係望以南嘅觀瀾雅軒同埋學校等等。聽圖雅苑嘅3房單位細過觀瀾雅軒，但係開則就比較多元化。成個聽圖雅苑啦，咁3房入場咧就係如果你買咗間2房嘅話咧，佢呢邊基本上就3間房、2個洗手間，跟住咧就兩邊廳啦。咁如果再大一級嘅話咧，一樣佢就係直廳、3間房、2個洗手間。不過咧，佢仲有個多咗個雜物房咯，佢嗰邊就有窗咯。跟住咧再大一級嘅話咧，就可能會望到啲臨海嘅大單位1000尺左右嗰啲啦。咁嗰啲就巨廳巨房啦。今集睇嘅放盤屬於最細一款嘅3房開則，實用面積660尺，係3房1套間隔。咁業主開價730萬，維翻每一尺大概11000蚊到。一入單位咧喺我右手邊咧就係廚房，咁呢個玄關位咧其實都唔細㗎，咁所以見到咧業主擺完一組鞋櫃之後咧，都唔會話遮到進出大門嗰個通道。雖然放盤係時盤，但係業主就冇搬走晒啲嘢，咁入到嚟就會見到擺晒基本家私之後，成間屋嘅空間感係點樣啦？大廳咧就係採取兩邊廳嘅設計啦。咁喺我右手邊嘅飯廳咧，見到擺完一組嘅餐台之後啦，咁後邊咧都仲有位可以擺多一個 C 字形嘅儲物櫃。而我嘅左手邊咧就係客廳啦。咁梳化同埋電視機櫃之間咧都有一個好舒適嘅睇電視距離。樓底同一般二手樓一樣，唔到3米，唔計玄關，大廳有大概150尺。不過就有明顯嘅居住痕跡。估計買家都要預留一筆資金重新裝修。客廳冇窗台，而係有近乎落地嘅玻璃窗，所以採光度都幾好。單位向南，近望景觀以學校同樓景為主，包括屋苑自己同埋觀瀾雅軒等等。樓罅之間就會望到啲罅海。翻返入嚟室內，3間房同浴室由走廊貫穿，其中2間客房同客廳同向。先睇近廳房，有窗台，外望景觀同客廳嘅差唔多，以學校同樓景為主。事實上呢一間房有大概50尺，大過一般客房嘅大概45尺。不過而家擺咗幾個大櫃之後，就好難睇得清楚呢一度有幾大。轉過去中間房參觀下，或者會更加清楚。面積同頭先嗰間差唔多，但係窗台就闊一啲。近乎等同牆身嘅闊度。不過就算唔利用埋窗台，擺完家私之後，都仲有唔少走動空間。中間房嘅面積咧都有翻咁上下㗎。重新佈局嘅話咧，好似而家咁樣擺完張單人床啦，呢邊咧都有位可以擺埋衣櫃同埋一張書台仔。睇主人房之前，先睇客廁，有窗通風，廁所門開喺中間，採企缸設計。裝修略有年代感，但係勝在空間唔細。睇返而家嘅佈局，洗手盆側邊做到唔少台面嚟到擺梳洗用品。最後睇埋主人房，超過80尺。走廊盡頭咧就係主人套房啦，入到嚟咧先係套廁，跟住剩低嘅開則咧都好四正㗎。擺完個3門衣櫃啦，都仲有足夠嘅空間咧，可以擺到張雙人床。
主人房嘅最大特點就係有兩邊窗啦，向南嗰邊嘅景觀同另外兩間客房差唔多，望樓下街景同樓景為主。咁至於另外向西嗰邊就可以望穿屋苑嘅樓群，望到海景，有住成個單位最理想嘅景觀。主人套廁同客廁一樣都係明廁，但係門口就改咗靠邊開，變相洗手盆側邊就做唔到太多台面啦。咁買家可以考慮改裝個大啲嘅鏡櫃嚟到補足返收納量。最後睇埋廚房，採長形開積，有充足嘅儲物同備餐空間，重新設計嘅話都有唔少發揮空間。嗱，如果重新裝修呢度嘅話咧，因為大門側邊咧已經係有個位咧預留擺雪櫃㗎啦，咁所以做翻一個曲斜嘅工作台面咧，都可以嵌入埋洗碗碟機。但係比上我嘅話咧，就會想爭取多啲備餐空間，咁可能咧就會整到三邊嘅工作台面。業主喺2009年6月以大概318萬買入單位，咁若果成功以730萬嘅叫價賣出，持貨大概17年，帳面可以獲利412萬。又或者接近1.3倍，貼近大市同期1.4倍嘅升幅。叫價係咪合理呢？睇返近期嘅交投，就未有錄到呢一款3房單位嘅成交啦。咁淨係得大啲嗰款，亦即係有儲物室嘅3房1套戶型。咁實用面積去到710尺，作價810萬。咁對比尺價嘅話，放盤叫價略低3%。不過嗰個單位就望內園慈景為主，景觀同放盤唔同，所以我哋再睇埋28 House 同埋各大銀行對單位估值，介乎大概689到716萬，用呢一個水平計，放盤叫價比股價高出2%到6%。咁假設以叫價買單位，承做90%按揭，俾完73萬嘅首期之後，月供大概29000蚊。月入要求大概58000蚊，買嚟投資收租嘅話，同類單位尺租大概36蚊，推算放盤每個月可以收大概23000幾蚊嘅租金，扣埋管理費，實收大概21000到，可以有大概3.5厘嘅回報率，略高過同類單位3.1厘嘅大市水平。喺正海濱長廊側邊嘅聽濤雅苑同觀瀾雅軒，住戶隨時都可以落樓散步，適合中意寧靜生活嘅朋友。兩個屋苑距離馬鐵恆安站都係大概5到10分鐘嘅步程，視乎住喺邊一座啦。經馬鐵線搭一個站就會到馬鞍山站，同車站相連嘅新港城中心係區內最大型嘅商場，佔地超過73萬尺，有唔同菜式嘅餐廳之餘，仲有埋超市、街市、戲院等等，可以滿足到吃喝玩樂嘅需求。咁至於步行範圍之內嘅購物配套，就有眾安邨同埋恒安邨商場，行大概10到15分鐘就到。咁如果只係買下餸嘅話，呢兩個屋邨商場同街市都可以滿足得到。咁除咗馬鐵線，兩個屋苑自己都有免費穿梭巴士去馬鞍山廣場、大學站等等。咁其中聽濤雅苑更加有去埋鑽石山站嘅路線，屋苑樓下亦都有小巴路線去市中心一帶。咁若果係有揸車習慣嘅住戶，聽濤雅苑同埋觀瀾雅軒分別供應1473個同埋大概500個車位。咁而家兩個屋苑嘅二手車位叫價大概都係80到90萬，而月租就大概3000到3500蚊。咁至於康樂設施方面，兩個屋苑都有室外泳池、網球場、健身室等等。咁管理費方面，聽濤雅苑就每實尺大概3蚊，觀瀾雅軒就大概3個9。兩個屋苑都未做大維修，雖然而家嘅樓齡未夠30年，咁但係若果買家諗住長住或者長期持有單位，就要有心理準備，第時要承擔相關嘅保養責任。咁今日睇呢兩個放盤呢，我自己就中意觀瀾雅軒個多啲啦。咁因為一入間屋呢，就會見到一個一望無盡嘅海景啦。咁啊，希望呢下次都可以拍到聽濤雅苑嘅海景單位俾大家睇啦。咁如果係你嘅話，兩個屋苑你又中意邊個多啲呢？留言話俾你知啊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最後啦，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。